好，马上就好。别怕，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？没有。没有。有。进出县城除了这座桥，还有别的路吗？从咱们现在这个方向看，这是唯一的一条道了。那咱们得变个方案了。我们不在城里等马明了，在这儿等太浪费时间了。万一这座桥要被鬼子占领，咱们就出不来了。倒不如这样，你们大家觉着怎么样？太刺激了！马县长到了！到！马县长到了！走！马县长到了，走！一会儿绷住了，别说话。我要是绷不住，我就拍桌子。马县长到！贺成率手下所有官员恭候马县长大驾。这位是马县长。马县长。左耳房4个鬼子。马县长初到本县略备多酒，您接风洗尘。现在人少日稀，没什么好招待的。准备了些野味给县长尝尝鲜儿。这是果子狸，这是穿山。好菜，都是马县长爱吃的，不会吃出什么毛病来吧？不会，习惯就好了。至于下一个甲子会出现什么情况，那我就管不着了。马县长，请坐。请坐。坐。今日群贤毕至，咱们这第一杯酒预祝马县。马县长的意思是说呀，喝酒之前大家一定做一个自我介绍，主要的内容就是说一下为大日本皇军都做了哪些事儿，也叫贡献。有功的要赏，重用；混日子的要罚，罢官。我是副县长，我曾经率全县的官员归顺皇军，现在为皇军的清剿筹措粮草20万担。有贡献，赏。我是 B 县的警察局长，一举除掉了本县的反日分子40多名，重用。我是夜袭队队长，专干马县长来之前干的买卖，假扮马路围剿抗日分子和他们的支持者。开席，开席了，马县长。兄弟，辛苦啊！来，抽根烟。你好，谢谢。来，来，这你拿着。好，谢谢。辛苦啊！
兄弟们可都受伤了，要再遇到鬼子可就麻烦了。鬼子用假马兵伏击我们，但是他们绝对想不到我们中了咒术以后还敢杀回去，没准能二杀马兵。可是没有可是，不打他一家伙，没法回去交差。干活吧，上！大员安好了。都闪，都闪，都闪，都闪！不要脸！一群臭不要脸的，连你妈的脸、你祖宗的脸都给丢尽了，干什么不好，非当汉奸！你死了臭块地，孩子怎么办？断子绝孙的玩意儿，就你们干的这些事儿，够枪毙的吧？立即执行！你们是什么人？见着我，算你见着阎王爷了。第9大队，来人！干得好，二发！撤！哎，你干嘛去？二哥，赶紧把车看好了，别让鬼子把车拿好。在这磨蹭什么呢？不能让别人把我的功劳给抢了，这叫行不改名，坐不改姓。不错，抗日先锋第9大队。咱们现在得赶紧撤了，一会儿鬼子把桥堵了，咱们就走不了了。走。这县城里面怎么打起来了？不管是谁，见了马民就杀，见了鬼子就炸。马民的车，准备。你认识城里面的人？不认识。炸！又是哪路好汉给咱们殿后打阻击呢？应该还是刚才那帮人。还是国民党？我们走吧。等等，咱们得谢谢人家，国军你也行。人家救了咱们，咱们总不能撒丫子就跑吧？那我来吧。
2短1长，这是联络的讯号。长官，刚才那人是咱国军的人。先去潘中的呢。走，走。金哥还活着。第9大队，把那个马明给我绑来，我要用他那个大脑袋祭奠他们！快！阁下，马明还没有找到。没有找到就去找，死活不论！哼！马县长，咱们都已经到了县城边了，怎么还不进去啊？你没看见死了那么多日本人吗？看见了。我们当时要坐在汽车里，那这些人可能就不会死了。那死的就是我们。我们要是进了车，我们也得死。跑吧，跑？往哪儿跑？这到处都是皇军，咱跑得了吗？哎，就算是跑了，那八路军能饶得了咱？我就是一跑腿的马便，这事儿怎么也找不到我头上吧？人各有志，不能勉强。我走。站住！你不能走，你走了，皇军也不会饶了我。你敢拿枪指着县长？当兵这么多年了，从来没打过这么痛快的仗，太过瘾了。哎呀，咱们这场仗打的真有点赌博的意思，太悬了。你说他们真没看出来你是个女的，还真把你当成县太爷了。他们眼瞎呗，光看主人不看猎物。哎，你在国民党部队干了这么多年了，还看不明白呀？我跟你开玩笑的，你别跑啊！以后别跟我开这种玩笑。给。干嘛？打伞啊！你个儿高，你不打谁打呀？哎，我打。你来干什么？你不说个高的打伞吗？哎，你说要是有这样一个女人，老惹你生气，但你又不舍得骂她，也不舍得打她，这该怎么办呢？那好办，那就离开她呗。有道理。哎，他说的女人是谁呀？滚蛋！那我不能滚呀！那你得告诉我马明坐在跑马上，要不然我怎么滚呀？我要是知道了，我不就去抓了吗？那你要是不知道，我怎么滚啊？回河西村了。说时迟，那时快呀！我唰的就掏出长枪，我啪啪啪啪。1打眉毛，2打口，3打胸膛，4打肘，5打咽喉，6打头，7打什么来着？7打汉奸，7打汉奸，8打狗，9打鬼子，使劲抖，使劲抖。哎，行了，再来就成常山赵子龙了。行了，大家都回去休息吧。
大队长发话了，不管用啊！等等，大伙坐下。他不是什么大队长，大家不用听他的，都坐下。你小兔崽子再胡说八道，我关你禁闭。老婆，我认了，不是冲着你是我老婆，而是冲着你是大队长。他不是。哎，你接着说。他那是诚心恶心你的。我恶心谁啊？我是男子汉，不干那下三滥的事儿。你泼人洗脚水的事儿干的还少啊？那他也没抓着马明，不是？那不是特殊情况吗？那再特殊情况，我们也有人在先的呀。一个土一个坑，你呢抓不着马明，杀不了他，那就乖乖的，您抬起您的屁股让座，怎么样？行。不行，老婆，我这是为你好啊。这是八路军，不是你家土炕头。这个座位不是谁坐就能坐，谁让就能让的，那得上级批准。那批准也得民主，不是吗？撂着干什么？把给我拖出去！你等等，说完最后一句话我自己走。哎，你松开。当年晁盖哥哥有遗言：杀史文恭者立头功，当山寨之主。你真以为你是玉麒麟卢俊义呀？啊！老婆，那要是我杀了马明，把马明逮回来了呢？金先生，到那时候你可别当宋江的死。走着，枷锁伺候。我姥姥的想法呀就是好。老婆，别生气，别生气。把他给我拖出去！哎，走，马上！报告。怎么，昨天晚上没休息好啊？还不是那兔崽子给闹的。这也不能完全怪他，也怪咱们没有抓到马明。不过咱们这么一闹腾，长乐县龟井一郎肯定得活批了马明。这很有可能，但是目前看来，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。哦，敌人遭受这么大的耻辱，绝对不会让神勇的皇军背着，这个罪名肯定会放在马明脑袋上，说他私通八路什么的。但是这张报纸上只字未提。马明跑了。正确。报告！那个牛大人跑了啊！真把自个儿当于麒麟了？什么事？发现马明的踪迹了。相比找第9大队，马明应该是更容易发现踪迹的，而不是拖这么长时间。这是属下失职，只是有一点，属下还不明白。八路、国民党都要这小子的命，我们还费那么大劲，动用这么多兵力来围堵这个将要死了的人，是不是没有这个必要啊？你不觉得这个死士也有他的价值吗？这，把他赶到他该死的地方，你就首功一件。
我觉得这混小子肯定看得出来，马明不会躲在城里的。乡下那么大，上哪儿找去啊？再说了，咱们这么多人，鬼子伪军那么多狗都找不着，他能找得着？我觉得这回牛大人可不像是一时冲动，像是有所准备。怪不得那一天气性那么大，底气那么足呢。快想啊，你可别输给他。哎，你是他媳妇儿，怎么老向着我呀？杨明呢？走，耶！哎，走走走走走！耶，站住！哎呦，老总，杨明正，哎，是，你他妈的快点行不行？哎呀，老总别着急，我是良民，最近良民证可真些，你看多些。老总，那小子是八路啊？呸！他也配？哎，小孩儿，你认识他？不认识。不认识？你不认识？你瞎打听什么呀你？哎呀，老总，你不知道，哎呀，我老婆病了，要抓着他，不就能领赏吗？领赏就能给我老婆瞧病了。哎，嘿，你小屁孩还有老婆，扯什么淡呀？滚滚滚滚滚！快点快点！韩武士都死了，这是什么事儿？八路要我的命，日本人也要我的命。别急，马上就可以吃了。得了，人人都点饭。排队。哎，给鱼吃。嘿，敢抢咱爷们的脚骨，打他！打他！干什么？给老子放下！你他妈几个小叫花子都敢欺负我，是不是啊？啊？你们谁再瞪个眼给我看看，脑子一枪崩了他！谁派你们到这儿来的？肚子饿了，我们就来这儿抓鱼吃。骗谁呢？想死是不是？不，我没有撒谎。哼，就凭你们几个，能在河边抓这么大的鱼，啊？蒙谁呢？不是在河边上，我们有船。这就是你们说的船？啊！不会沉了吧？我们6个上去都不会沉，不然我们上去划给你看看。别，想什么呢？啊，你们上去就跑了？哼！我就到家了。阿明，你牛爷爷等你很久了。牛大人，
跟姥姥不同，舅舅不爱的家伙，你能去哪儿啊？这野狗都追着咬你，你只能回家了呀。嘿嘿，我老婆说了，你们家呀就住在河西，让我过来接你来。带金花，乖乖的把船划过来，你牛爷爷不打你屁股，否则的话，呛水的滋味你是知道的哟。牛大人，有本事你就过来，我这把枪足够把你打成了河底下去。哎呀，一点都不听话呀！不听话，不听话，不听话，不听话的后果是什么样的呢？沉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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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沉了。在下谢谢各位这2天来轮番的站岗放哨啊，你们辛苦了。按理说我们不应该伸手，可是您一个人得了这小子这么大一块金表，这个总应该见者有份，你们说是不是啊？啊，是这样的，这个我想把这金表当了，给我老婆买点首饰。掌柜的，您看看这能当多少钱啊？谢谢老板。大人回来没？别看了，没找着。你说你当初能有本事用迷香把我们都给迷倒了，一个小屁孩就没辙了。早上我们去上厕所，他说他没带纸，我把纸带回来以后他就不见了。你回去吧。我觉得现在咱们要考虑一下，是不是要转移？为什么？如果这个牛大人被鬼子抓了，那咱们这个地方就不安全。我平时是恨这个牛大人，恨得牙根痒痒。他一根筋，割是割了点儿，但是关键时刻，他不会出卖我的。队长，队长，牛大人回来了！哎，你们党内有规定，不准随便打人啊！你凶我老婆，我愿意让我老婆打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跟你党也没什么关系。老婆，对不起，是我偷偷跑出去了，是我不对，让你担心了，你打我吧。你，哎，老婆，我知道你下不去手，我可以将功补过呀。将功补过。自从你搅和到我们这儿来开始，你的锅够装一麻袋的了。带着你的麻袋，哪儿来的去哪儿，还不走？就因为你，就赖你。哎，老婆，你看，你看。哎，老婆，你看一眼呀！你这又到哪儿捞鱼去了？我没叫你来。马明，哎，如假包换，就是他。真被你抓着了。功劳是我老婆的，是她教我的，我只是动动手而已啊。我什么时候教你了？不是，你忘了那天打伞，可高的打伞那天。说重点。你亲口告诉我的，说马明逃到河西老家去了。他已经死了。死了？颈椎都折了。不可能，我轻轻做了他一下，应该没那么重啊。为了丁家村147口子男女老少，他死有余辜。对，死有余辜，死了他也是大汉奸，他死了他也叫马明。金先生，他死了你也不能当总将，赶紧把位置让给我老婆。我说这事儿用你管了吗？不管不行啊！今天是双喜临门的大日子，少一个都不成。我怎么不知道是双喜临门？我刚刚还看见乌鸦了呢。哎，老婆，你听我说呀，今天呢我抓到马明了，把属于你的位置夺回来了，这算一喜吧。还有，今天是你进门跟我成亲的纪念日，这就是二喜。所以这个叫花开两朵红艳艳，一枝红杏秋常来。哎，老婆，你看，今儿我给你买的礼物，好看不？哪儿来的钱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说，哪儿来的钱？马明手上有块金表，我给他当了。
在哪儿当的？在那城。鬼子来了，准备战斗，跟我来！射击！告诉火二炮，不要硬撑，有机会就撤。是。猴子，集中所有手雷、手榴弹，在所有的路口加设半雷、挂雷，拖住鬼子进村的速度。记住了，有路的地方不要走。是，你们跟我来。不能再磨蹭了，城门，我们的大炮，给他们说话。八路军的袭扰战、麻雀战，接下来我干什么？撤退。第一次听你主动说一声，连鬼子多少人都不知道，怎么打？都是你个王八犊子，把鬼子给招来的！我帮你把鬼子打回去。哎，射击！不想活了你？撤！撤！开炮！快速进村！报告，村子里到处都是半雷和挂雷，行动受阻。啊，这说明他们不敢打，只想跑。乔本，给东西两面夹击的部队发信号，合围上来，不许一个八路漏网。呵。三面合围要把他们围死。现在南边只有一个出口，但这是核电，咱们过不去。这是要把我们往绝路上逼。真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！全体攻击！妈，先让他们把八路的弹药消耗完。钟队长，太爷，带领你的部队出击！就我们自己呀？皇军在你们后面保护你们。保护？太君，咱们一起上吧，一拥而上，土八路不就完蛋了吗？
既然我是大队长，那现在就要听我来指挥。今晚我命令你，现在领着二炮、大海还有猴子，带着伤员往南边撤。我领一个小队掩护你们。快！你是大队长，应该你带着伤员撤，我们掩护。对，你先撤，我们掩护你。军师，我们掩护你。你的兵不怕死的气势，我很敬佩。但是你别忘了，第9大队今天能戳住不容易。现在鬼子是要把他们打绝了，是要把第9大队给灭了。第9大队得留个种，咱们只要有一个人冲出去，第9大队的旗帜就倒不了。走，快，带着金花走。河道里应该有船，我去找找。我不走，要死找就是死，要活找就是活，我们不走，不走，我们不走，你给我滚，我们不走。刀子，我知道对面是你的敌人，但那也是我们大家的敌人。既然出生入死，那血都是往一块儿流的。就算今天所有的人都死了，第9大队这面旗帜也永远插在鬼子的心里边。好，那咱们今天就来个痛快的。消灭八路可以用我们的大炮，但是他们不服气，杀了这一批，还有下一批接着给你干。只有用最简单、最原始的办法打败他们，才能彻底打垮他们反抗的意志。而现在，八路应该没有弹药了。我明白了。上刺刀！
了说话的时候了。天皇陛下的勇士们，刺穿他们最后的抵抗，劈断他们最后的脊梁。士兵们，为天皇陛下效忠的时候到了。杀！把战旗插稳了。是。老婆，我来救你来了！老婆，我来救你来了！快跟我跑！我把船带来了。阁下，土八路要跑。那就让我们的武士们下河捉兵，全速攻击！嘿！上船！快上船！这边，老婆，你赶紧上船！大人。好样的！老婆，这是第一次夸我。快上船，我给你挡子弹。要不划不了多远，鬼子就上来了。快上船！花姐，哎，你干嘛去？我老婆要去当鬼子。松手！你胡闹！快上船，划船，走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快！快划船，走了！划船走了！快！划船，快走了！啊！大人，你干嘛？大人，老婆，关键时候还是爷们儿杀！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，上来！上来！大人，回来！大人，上来！老婆，你放心，我会游回来的，我一定让你再表扬我一次。小心点！兔崽子，我炸不死！炸死！我炸死你！来不及了，快跑！什么跑？别动！这个！你们再往远划划呀！老婆，你放心，我会游回去的。
大的就是这么大的。队长，阁下，加4年，我不信炸不死你，炸不死你，吓死你！哎，老婆，你再往远划划呀！回去，我回我。大人！哎，队长！哎。你别走，我以后我听你的。你说你不回我怎么回呀？你家里没有老婆的是瞎吗？你别让我走了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别让我走。让我跟你说1000遍10000遍，你就是我老婆。就算你跟他亲嘴了，你也是我老婆，我也喜欢你，我喜欢你一辈子。我怎么了？喜欢你有错啊？大人，我之前的确很烦你，甚至恨你，因为你是个孩子，我不想给一个孩子当童养媳。可是今天，你用你自己的命换来了我们撤退的时间。你长大了，不再是个孩子，你是个爷们儿。老婆，关键时候还是爷们儿傻。大人，今天晚上我给你当老婆。蔡主任，请问在东安城，我们还有潜伏人员吗？已被日军破坏殆尽。那你怎么还让文婷重返东安城，执行这么危险的潜伏计划呢？是他自己提出来的。他说他熟悉那里。且不说文婷孤立无助，他万一被鬼子认出是金阁的老婆，那他不就是完了吗？我们调查过，柳文婷在东安县城待的时间并不长，所以深入浅出了解她的人并不是很多。其次，我们对柳文婷的学校和相应的知情人做了必要的技术处理。第三，
当年杀害金戈一家的那个龟井一郎早就已经撤离了。现在城内的官员都是新换的，所以柳文婷的安全还是有保障。那也不行，这是军队，不是过家家。那你让我替他去，行吗？这倒也是一个办法。谢谢。如果你们两个人以假夫妻的名义回去，会不会更容易完成任务？不行。不好，你心里不就是有一些小障碍过不去吗？金哥死了，老太太也不在了，即便是有一些小障碍，也绝对没有你说的这么大嘛。金哥还活着，我看见他了。你说什么？金哥还活着？在哪？八路军第9大队，我在驻杀马明的时候撞见了。那你上次回来的时候为什么不说？张不开嘴。那你现在就更没有必要张这个嘴。如果这件事情让柳文婷知道，对咱们这次潜伏行动将是极为不利。这件事情迟早会让柳文婷知道。我左思右想，我觉得应该告诉柳文婷。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呀？你我都清楚。柳文婷是这次潜伏行动的不二人选。如果金哥的出现对咱们这次行动造成影响，我们的手段你是清楚的。你是要用特殊方式让他消失吗？怎么，心软了？不好。你是一名军人，你是领袖的卫士。现在金哥已经不是我们党国的人了，所以他的消失，你用不着这么难过。那我不是成了小人了？不，你是宣过誓的，为了党国，为了领袖，一切牺牲都是值得的。当然了，这件事情我不会让你亲自动手，我会安排。喂，你说什么？那个第9大队被鬼子全部剿灭了，一个都没活。看来金哥也死了。这什么武器？散弹枪？这是中国老百姓打野鸭子的大抬杆。打野鸭子？打给阿路，出去，出去！乔本，来，参与的第9大队人马找到了吗？正在搜捕，估计这次他们不敢再在咱们的地面上待下去了，逃回西面八路根据地的可能性较大。那就督促他们杀光，他们绝不能留下一个人。前方八路的生存能力像野草一般，绝不能再有重复追有生的一天。是，斩草必除根。 。
是，除了那个大队长的人头你要给我带回来之外，那面第9大队的战旗你也必须给我带回来，彻底毁掉八路敌后战斗的信念。嘿！你真的打算重返东安城吗？是的，每天只是打假鬼子，报仇无路，血恨无门。这是一步险棋啊！如果你一旦被鬼子跟汉奸认出来，你一点生还的机会都没有。蔡主创已经做过必要的技术处理，不会有问题。所有手段的成功率都是相对的，在我们深入潜伏这个任务里边，哪怕成功了99%，只要有1%的失误，就等于失败，意味着死亡。我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很多年了。问题啊，可是我已经是死过一回的人，没什么可怕的。没有更改的吗？你来的正好，我刚给上级写了一个报告，关于拒签龟井一郎一部的战役构想。怎么了你？上级的速度比你快。他们也这么想？太好了！退出战斗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咱们现在在敌后刚摸索出来了一套行之有效打击鬼子的方法，这个时候要撤出战斗，凭什么？因为我们的伤亡太重，鬼子的伤亡更大。你冲我嚷嚷什么？难道我想走吗？兄弟们的仇不报了。可这是命令。命令。行，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你唱戏呢？我们总不能红口白牙的跟上级说，我们兵强马壮，我们大仇未报，我们偏要留下来吧？上级那是爱护我们，让我们回根据地，重新休整一段时间，养足兵员，再杀回来。那个时候就更没有除掉龟井一郎的机会了。现在有吗？当然。念。你为什么不跟他挑明了你们未来的身份和行动方式？我怕他接受不了。你要是怜香惜玉，这句话我来说，这可是命令，不是在保媒拉纤。来，你能不能给他点时间适应？你们这些感情充沛的人呐，干咱们这一行，迟早有一天要栽在感情的手里，而且栽的是粉身碎骨。鬼子这是要往西边征兵，龟井一郎一定认为咱们被打残了，现在已经撤出了战斗区，回到了根据地。如果咱们真要往西边撤的话，不就被鬼子给堵住了吗？大阵阳线桃木树嘞，糖豆发卡玻璃球，樟脑丸子蛤蜊油嘞。有啥新货？哎呀，全都是县城来的新货。
你们报告上级已经批复，原则上同意你们的作战想法，具体文件在详言里面。那还有假？这全都是县城来的新货啊！给我来包烟。好了，这烟绝对好抽，不潮不美。怎么打？何时打？在什么地方打？你们自己决定。组织上全力配合你们，并调派县大队归你们统一指挥。太好了。那我马上回去拟定作战方案上报。来，好嘞。如果他两不成熟，切不可盲目。第9大队可是我们敌后抗日的一面旗帜，绝不能轻易倒下。只要我立着，这面旗就倒不下。你们两个都得立着。好了，我走了。哎，大真阳县桃木树嘞！真够麻烦的。打仗不要枪不要炮，非要这么些破玩意儿。这些就是枪和炮，有了它们，咱们肯定打胜仗。胡扯！我可跟你说啊，这些东西贵着呢。你要是琢磨不出来打胜仗的办法，我1个月不让你吃肉。这么抠门？过日子就得精打细算。过日子啊，这部队上就是一个大家庭，就得在一起好好过日子，就得省钱。这柴米油盐酱。行了，你都唠叨了一路了，这一仗如果打胜了，没准上级会给你个营长当的。营长？我打仗可不是为了当营长啊。那就为了牛大人。为了你给他当了1晚上的媳妇儿，受了1夜的凌辱。你介意？我欣赏。